大家好，今天没错，你们看到的是我今天骑摩托车出来。其实可能有在看我影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我最近的影片都会出现在马路边，主要是最近有一个朋友他有聊到说，我有一次在拍我这台老天鹅的时候，因为地上有油，然后他是说我为什么没有把车移到比较干净的地方，然后再拍片，这样子你们在看影片的观感会比较好。那其实不要吵，其实这句话有点戳到我啦，因为我的状况，我这样讲好了，我现在是属于寄人篱下，然后我的个性我不喜欢造成别人的麻烦或打扰到别人，所以基本上我回去我住的地方以后，我都尽量是躲在屋子里面，就是尽量不要出来打扰到住在那边的人，所以我在拍片上早期啦，我一开始的影片可能都会看到我在我住的附近他们拍片，因为那边乡下嘛，空地多，但是就是他们会反映说可能会有点暗示性的讲，就是可能会打扰到他们或干嘛，所以慢慢的我有些影片，除非逼不得已啦，可能要进行当场维修的话，我没办法，我还是必须出来修。那我后续就比较没有维修或要拆东西的影片，我都是选择出来外面找个比较安静的马路，在路边就跟各位聊天。那这是题外话啦，只是希望说大家能够见谅一下我的状况。我们今天来聊一下摩托车的日常保养好了，除了换油啊，然后换一些零件以外，譬如说很多年轻朋友都很照顾自己的摩托车，可能常洗车啊，然后或者说就像我的车，其实我也很爱车啦，然后不管汽车机车都一样。问题是我的环境我没办法说让车整天保持得干干净净，像我的车，我不管汽车机车，你们可以发现到我的车都比较偏脏，因为第一我可能没时间去那种就是自助洗车的地方洗车，然后我住的那边虽然空地多，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原因一样，我可能选择车况好，尽量维持我的车况，但是就外观上可能就比较差强人意啦。毕竟我现在也不是那种爱漂亮啊，时髦追求流行的那种年纪了。那今天回到正题，我们举个例子好了。当洗完车子都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，那我们日常可以做什么保养呢？像油门这边的话，这个可能要拆到里面啊，这边可能会喷点润滑油啊，要拆开喷里面才有用啊。你喷外面的话，有时候可能会造成手把胶套这个打滑，因为有的手把胶套它还不像现在的车子里面是做固定型的。然后刹车拉杆里面这边，它的锁点那边可以喷点润滑油，喷一点就好，确保它的动作顺畅。然后龙头这边，如果像我这台进站的话，如果是天鹅花，这个壳拆下来就可以喷到
那个龙头那支枪管。然后再来就是前避震器。前避震器的话，像我会把这个胶套翻起来，然后里面看有没有漏油啊，有没有脏污。因为虽然有防尘套罩住，但是还是跑脏污、跑灰尘进去的几率还是有啦，所以我就会把它翻开，这个搬一下就开了，有没有？这样子搬开以后往上推，然后稍微擦拭一下，然后一样也是喷点润滑油，让那边就是保持干净，做动顺畅。碟刹的话，可能就在洗车的时候，如果自助洗车的话，应该都有那个空压机，都有那个空气喷枪。然后卡钳，如果是碟式刹车的话，卡钳这边就有的是可以从这边喷，像这边有的这边有孔，你就从那边喷，把刹车那个粉末灰尘喷掉，不知道摸到什么脏，把它喷掉，确保那个卡钳那边的灰尘脏污清除掉。这样子碟刹的寿命也会比较长，它的活塞一些土封啊那些也会寿命比较好。然后再来就是侧柱的关节处这边要记得喷油，然后弹簧钩的地方最好也喷一点，因为我们这样子在搬来搬去的时候，其实这边都会摩擦，就记得弹簧钩的地方喷点油，让它生锈不要太严重。然后锁点这边也是要记得上油，在提车柱的时候会比较顺畅。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些关节处的地方啦，像如果还有脚踏踩发杆的话，像这边它有活动的关节都记得要上油。然后这边这只踩发杆那只芯，它那边也要上油，要不然你有时候你踩下去就卡住那边，就卡在下面，这个也会很尴尬。你如果真的车有问题要踩发的时候踩下去还要再脚勾一下，也会很麻烦。然后中柱的话也是一样，就是都是关节处啦，关节处要记得上油。然后引擎吊架如果喷得到的话也记得要喷。然后像我的进站后轮还是鼓刹的话就记得这个，它的调整螺丝这边跟这支鼓刹拉杆这边都要记得喷点油做保养。因为你这边如果卡住的话，你后轮刹车拉杆那边一定会比较紧，甚至可能你放掉以后它回弹速度会太慢，那个对车子对行车安全都会有影响。然后再来就是避震器活动的地方也都记得要喷点油，因为车子避震器在做动的时候，关节处这边都会有一些稍微的移动，这边要记得上点油。我这一次可能坏掉了，漏油漏得很严重，这个找时间再换。然后如果是后轮的话，后轮刹车里面的那个鼓式刹车的话，它的粉尘一定要拆轮框下来才能做清洁。那这个我就不谈了，因为我在换后轮的时候的影片里面我就有稍微的讲到。然后再就是引擎本体的清洁，那个洗车的时候就必须去注意。还有一个重点可能很多人没有去注意到，就是它的电盘这边，它的那个电盘风扇这边，如果你洗车的时候尽量不要往里面喷，
用那个高压喷枪下去喷，尽量不要。你可以稍微扫一下没关系，你不要一直往里面喷。尤其可能一些洗车精啊或干什么，也不要往里面喷，因为电盘它是那种气包线，难保一些化学物质会去咬那个气包线啊。当气包线如果咬破皮以后，电盘就会报销，会漏电啊，会报销。那像电盘的保养的话，我建议就是可能洗完车以后，然后封枪，先大致把外面的水分吹掉以后，然后里面尽量的就是喷一下，把灰尘一些把它喷掉。因为你如果不把风散下来的话，要去清那些灰尘很难啊。然后电盘上面有一个小凸点，它也是在感应那个点火正时的功能，就是尽量电盘里面的稍微拿风枪喷一喷，把灰尘喷掉，这样对车也会比较好。最后的话，可能就是钥匙锁头，平时大家可能都丢在路边，丢在外面，然后可能这个安全盖也没有在关，所以或多或少都会有进灰尘啊。像我碰过很多朋友，他们的车，他们比较不会去注意车子的一些小细节，我都发现他们的钥匙，除了老车可能这个齿跟里面那个一些簧片老旧以外，会导致钥匙比较难开。再来就是灰尘造成。然后像灰尘这个的话，像我会喷润滑剂进去，像 WD 啊那些液体的，喷进去以后，然后钥匙插进去，多抽拔几下，然后转动，然后你再拉出来，你就会发现钥匙上面非常黑，那就因为灰尘在那边卡住。如果你都没有在清洁的话，久而久之，你的钥匙孔就会变得比较难开，有时候可能会要硬扳才会啪过去，但是久了，你那个锁头可能就会报销掉，因为铜它毕竟没有那么硬，它的好处就是不会生锈而已。然后，如果你这样一直硬扳的话，久了那些簧片的间隙变大的话，变成你的钥匙会很难开，因为它就是会产生空隙。你钥匙插进去，但是它的簧片没有推到适当的位置，它就会转动不了。然后就是抽拔几下以后，把钥匙再拔出来，擦干净，然后再插进去，就重复几次，直到你把钥匙拔出来以后，那个脏污很轻微，甚至没有，那个就是清洁完成了。这样讲懂我的意思吗？其实本来今天我是想要跟各位聊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啦，但是怕各位不感兴趣。一般我今天本来是想要聊一些工作啊、收入啊这种东西。我相信大家都是每天为了三餐啊，为了生活在忙碌。但是可能每个人的状况不同啦，所以今天就先不聊这个话题。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留个言。好啦，如果各位朋友对我的影片有什么意见的话，真的欢迎你们留言跟我讲，因为你们不讲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改进。所以，但是我还是强调一下，就是我的频道，你们也知道订阅率没有很好，然后我只是一个喜欢把我自己生活上的东西，或者说车辆维修上、保养上有什么状况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小小的频道主 YouTuber， 然后也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有你们的订阅观赏，我才有机会啦。说实在话，拍片有时候心里会有一个小小的期待，就是说能够透过
这样子的方式多认识点朋友，虽然很现实，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子。好啦，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